孩儿见母后神色憔悴，可是身体有所不适吗？没什么。哀家昨天夜里又梦见你舅舅了，醒来的时候还不到4更，就再也不能入眠了。母后放心，舅舅这笔血债，这一定会向东海讨还。以前每年这个时候，兄长必定是忙忙碌碌，一心打点圣驾出游春猎的事。可是现在，天人永隔，黄泉路远，哀家这心里空落落的，哪儿都不想去。母后的意思是，皇儿，诏令礼部，今年的春猎就取消了吧。是。好，朕知道了。谢陛下。以往皇家御林入朝述职的奏本，已迎交于内阁首辅大臣审议。如今巡老大人不在了，就由内阁中书令和兵部接手吧。臣遵旨。陛下，皇家御林体系不同，与各邢台军、屯田军、边境军必须分而下之，这是祖规，兵部恐怕不宜接手。那就交予内阁和莱阳王接手。臣遵旨。沈尚书，微臣在。近日母后的玉体一直欠安，今年的九安山春猎就依了他的意取消了吧。请恕微臣愚钝，太后娘娘的意思是，舅舅过世以后，母后的身体就一直未见康泰，不宜出行。下月的春猎取消后，诸位爱卿也就不用再安排什么了。启奏陛下，微臣以为。好了，这是太后娘娘的诏令，而且朕也同样没有那个心思，所以你们也不用多说什么了。是。这内阁首辅的位置不能空着。是啊，这相关奏本实在是尚书大人都不太适合代为受理啊。大人，这春猎真的就这么取消了？陛下亲口说的，太后娘娘想要取消，我们又能如何呢？王爷，臣叩见太后娘娘金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莱阳王今天怎么想起进宫了？安儿可好？多谢娘娘记挂。安如的病，时好时坏，她自己也十分着急，就怕到了春猎之时仍然不能痊愈，无法随驾侍奉娘娘。哀家跟陛下说过，正月里首辅大人遇刺，这才刚刚送了葬。这愁云惨雾的，哪还有心情出行？你叫安如好生养着吧，今年没有春猎了。陛下已经跟礼部提过了，
臣此次前来，就是受各位大人所托，恳请太后娘娘三思。皇族春猎，自当由陛下圣意独断，和朝堂上的各位大人，何敢呢？娘娘也知道，我大梁皇族春猎，一向并非玩乐，而是祭典，祈求天下万物繁衍生息，皇家子弟勇武，边境战事平顺。正如娘娘所言，近来内廷与朝堂多有不安，更加应该诚心诚意礼祭上天。如若随便取消，恐怕对江山不利，故而礼部惶恐，不敢奉诏。圣驾出行不是小事，没有首辅大人坐镇，哀家就是不放心。太后娘娘多虑了，圣驾春猎，无论是禁军安防还是朝阁留职，皆有章程可循。首辅大人在世的时候，微臣也曾相助大人办理过，当时还颇得大人的赞誉。娘娘请放心，为了寻大人在天之灵能得安心，微臣必定竭尽全力，为陛下安排妥帖。兄长以前确实曾向哀家夸赞过你，做事细心。臣每每见到安如少食寡言，这心中便如刀绞一般。可以想见，太后娘娘如此悲痛，这陛下的心里一定比臣更加难过。若娘娘能够暂离京城，稍加振作，陛下心里至少可以略感宽慰，不必太过担心娘娘的玉体。虽然你说的这些都有理，可哀家心中不知为何，总是有些发慌。此时易静不易动，圣驾还是留在宫中的好。太后娘娘，春猎大典乃是祖制。哀家嫁入皇室的时候，你母亲还在东海呢。莱阳王这是跟谁学的？跑到我咸安宫里提祖制？臣不敢。武敬爷时、先帝时都曾因故取消过春猎，也未见有这么多逆耳之言。怎么，到了陛下就不行了吗？朝臣们进言，绝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就好。哀家心意已决，此事不必在意。微臣遵旨。我如果不回去，公主会来找我的。取消春猎已成定局，我们的计划恐怕要变。王爷，要不要等明年？不，谋事在密，断义在利。1年的时间，不知道要发生多少变故，不能等。若是在京城里起事，胜负便是未知之数。将军若此时心意有变，本王倒是可以理解。王爷，狄某自从决定追随王爷起事，早就知道要冒生死之险，又怎么可能迎难而退呢？能得将军在我左右，即便最后要血战攻城，本王也是无所畏惧。承蒙王爷恩信，狄某愿肝脑涂地以报君恩，请王爷下令吧。
好，那就有劳将军辛苦。立即传令，趁朝阳殿政令未出，立即以随护春烈为名，调大军进京。本王将在金陵城头迎接将军的羽林将士。到时候7万羽林悄然进京，等萧元氏一觉醒来，王爷的铁甲已经在他榻前。进城之后，京兆尹府兵由巡防营控制，朝中的文官更是不足为虑。关键在于如何困住城中的禁军。禁军战力虽然强劲，但要分割控制，也不是全无可能。禁军的副统领唐凤志，倒是可以为内应。将军假传圣旨，先将其守将诛杀，然后再叫唐副统领传召都尉以上所有长官到禁卫府一举剿灭，最后以瓮城为牢，就可以将禁军4营牢牢控制。是。如果真的不春烈了，那莱阳王的计划也就没法实施了。那只是不在九安山动手而已，在京城他一样可以动手，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人呐，一旦动了这样的心思，怎么可能轻易改变？如果在京城动手，那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安排了吧？那我们也就有时间可以搬救兵了。救兵？啊？羽林营是他的人，巡防营也是他的人，禁军不是他的人。将军，你怎么敢肯定禁军不是啊？如果禁军也是他的人，他在京城就可以动手了，干嘛要等到九安山呢？也对啊。羽林营至少还驻军在外，禁军可就在荀老大人的眼皮子底下呢。他刚死不久，这莱阳王不可能有机会。干嘛？您又想什么呢？陛下，长令。我终于知道荀大人临终所言是什么意思了。什么呀？他是想跟我说，能护卫陛下者，唯有长林王。长林王？谭衡，你不是一直想去天下闻名的狼牙山看看吗？哦。金陵朝臣中，这些人已经确定是投向了我，还请将军牢记在心里。将军还真是好记性。请问王爷，这些毕竟只是少数，那些尚未投诚的大人该如何处置？在这种时候都冥顽不灵的愚忠之臣，留下来日后也是无用，除掉了便是。虽然也只能是赌一下运气，但这种时候也不能一味的求稳了。无论到最后结果如何，至少你我也算是为这大梁尽了一份心力。狄某相信，王爷是天命所归，不管经历再多波折，一定能心想事成。愿如将军吉言。
九哥，你为什么要叹气啊？世间风起不息，我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。说句实话，有时候还真不想知道那么多事情。荀大哥，请代我回谢陛下好意吧。偏见，陛下不发明旨，亲笔致信，他是真心想邀请你重返朝堂。我就兄长辞世那年，我请赴边陲。其实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要承接长林之责，一生都如同父兄那样，护卫大梁，尽忠国事。从此不再想江湖逍遥。可结果你也知道，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这朝中之事，一步一步走到最后，确实让人觉得寒心。但最近我想清楚了，我曾身为人臣，不管受多大委屈，最终还是要效忠君上。更何况当年，陛下也有他自己的苦衷，不是吗？荀大哥，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我之所以不愿意重回朝廷，无关对错，更无关伪君，只因为我已经试图这么做过了，但我真的不适合。偏金啊，现在的金陵跟过去不一样了。世事无常，何曾变过？陛下愿意信任我，那是因为他顾念旧情。父王遗骨归葬北京，世间再无长林之名，这既然已经是一个结局了，那又为什么不能接受它呢？但是偏见，陛下现在真的很需要我们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：首辅大人遇刺时，你可在场？当时是什么情形？陛下，吴副统领到了。末将奉诏参见陛下。你们大统领今日如果回京，或是有书信寄到，无论是何时辰，都一定要通报给朕。回禀陛下，目前还没有消息。无论他带来什么样的消息，朕都想立刻知道。是。全城搜捕，好几个目击者，最后居然没有抓到这名女刺客。我也是觉得匪夷所思，但结果就是如此。京城满地高门贵户，是不是因为巡防营有很多地方进不去，有所疏漏？巡防营的品级确实不足，所以搜查全城，陛下特意派了莱阳王前来坐镇。缘起。怎么了？荀大哥，你刚刚说首辅大人有所戒心，你可有将我那封信转交给他？那是自然。叔父越过之后还夸你身处江湖仍心悬社稷，就是年初一，叔父遇害的前2日。那首辅大人遇害的前2日里，府里有没有什么异样？
没有什么异样，一切平顺。叔父还叫了缘起和安如前来叙谈。平静，飞展大哥，此事背后恐怕没有那么简单，陛下可能有危险。他怎么能跟一个杀母的仇人勾结，出卖国土，杀我叔父？这每一条都是百死莫赎的大罪。平静，你真是这么判断的吗？就算东京的机密军情，并不止一个人可以拿到，即使东海之战的许多蹊跷，也皆可以归于巧合。可是荀首府，他无论如何也不该是东海人费力暗杀的目标。荀大哥，你可知道，我托你转递给首府大人的信中，正是提醒他缘起之事。平静，你是不是早就怀疑小缘起了？可我之前根本没有实证。你。就你之前所分析的，京城有变动了，对吗？京城恐怕要有大事发生了。大嫂只希望你不要做将来自己会后悔的决定。大嫂，你到底在犹豫什么？我之所以一直不愿意下山，是因为父王临终前曾告诉我，大嫂和侧儿是我今后最大的责任。我无论做什么，都必须先考虑家人的感受。身为家人，最大的安慰就是能够彼此分担。
我能对你大哥做的就是陪伴。而现在，我可以为侧儿做的更多。你不用为我们母子担心。而且林姑娘也说了，她会时常来看我们的。对不起，我答应过你。你毕竟是长林之子。是，我毕竟是长林之子。既然明知陛下有难，我根本不可能袖手旁观。可我是去做一件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此生只想和你一起厮守。等我回来，我们就去走天下，尝百草。平姐，我的心会永远等着你。可是我的脚步不能因为等你而停留。林夕，平姐。不管你走到哪里，都会找到我的。就算最终我们无法见面，答应我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平安就好。二师走了。侧儿乖，一定要听你娘亲的话，多读书识字，长大了方可照顾好你娘亲。舅舅，侧儿知道了。舅舅保重。九兄，这次下山，老阁主有没有锦囊相赠啊？还真有啊。那这个又是什么时候能打开？此时。这是什么？老阁主说，曾经佩戴它的主人，一生从未打过一次败仗。今日以此相赠，代表了他对你的心意。朝堂之事，琅琊阁一概不插手过问。但是，你可以去廊州的歌坊，查看一下有关金陵最新的消息。多谢九兄。
照顾好自己，多保重。我在这里并无凶险，倒是师兄，你多保重。你放心吧。诸位，保重。荀大哥，走吧。走。出事了！萧元启，欠州岳银川求见靳大人。岳将军，请稍后。简直胡说八道！皇家御林向来只是奉旨行事，怎么可能轻易被人掌控呢？圣驾守卫就是禁军负责，羽林营本该远在东湖，但莱阳王假借春猎之机，调动羽林进京。末将的手下就亲眼所见羽林大军正在赶往金陵，当下形势危急啊！莫非东湖羽林没有得到春猎取消的圣谕？莱阳王初次掌控春猎事宜，恐怕有疏忽啊。但狄将军在京城停留之时，多次出入莱阳王府。御林统领进京述职，陛下亲令由莱阳王和内阁主理，他当然要进入莱阳府了。老夫并没有觉得有任何问题。大人，末将并非只凭一些蛛丝马迹就随便猜测。刚刚也跟您说了，那名被救下的婢女，她其实已经……婢女恶奴之言，岂可轻信？在老夫看来，你方才说了这么半天，桩桩件件都牵强附会，没有一点实的东西。幸亏你私下里找老夫说这些事情，若是旁人，早以诽谤之罪将你拿下。岳将军还年轻啊，又为国有功，老夫惜才呀，就饶了你这一回。但是大人，不要说了。何大统领，您这是？莱阳王奉旨捉拿东海密探，需要禁军配合。我奉命来传密令，请两位先并退左右。是。都退下吧。
副统领已经归附，禁卫军校尉以上30人，到了21个。已足以定下大事。禁军完了，京兆尹府也完了，整个金陵城已经全在萧元齐的掌握之中。现在恐怕全天下没有人知道金陵城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这不怪你，兄弟。就算你把消息送到琅琊山上，长林王现在也不过是一介布衣草民，手中无兵无权，他又能怎样？恐怕还不如我们几个，起码我们还穿着官家的衣服。也许你们几个也是时候把这身衣服脱下来了，相信混出城去，或者作为一名老百姓，就留在这金陵城里也没问题。那就散了吧。将军，也许，说不定某天我们还能聚在一起。将军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要干什么去？你要去哪儿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要去趟宫里。你要去救皇上？只是去报个信。我也去。现在的情势，攻城一边就在眼前，城外有7万羽林精兵，宫内有5万皇家禁军，而中间就站着咱们几个。渺小如尘埃一般，却怎么也做不到袖手旁观。你们说，是不是觉得有些可笑？听起来不可笑，好像还挺了不起的，对吧？咱们都是从血堆里厮杀出来的人，有见识，跟京城的少爷们那可不一样。就是，将军别小瞧我们。将军，我们都死过一次了，您就吩咐吧。都写好了。好，既然决心已定，我另有几件事情安排你们去做。遵请将军吩咐。巡防营、东湖御林，还有他府里的兵，是。怎么办？当下我们该怎么办？恕末将直言，眼下只能靠禁军弃皇城，守宫城，等待秦王援兵。大人，请立刻带我进宫，面见陛下。
将军，徐王营的人来了，你们快走！跟我来。大人，岳将军，老夫为什么不相信你？为什么？快走吧，大人。走吧。此处进行，请大人留步。胡说！没有内阁的军令，巡防营无权。大人，我要见陛下！我要见陛下！快来，开门，快开门！大人。金大人，这是老臣求见陛下。哎，金大人，今儿是15，宗室请安的日子，陛下正陪着几位老王爷。哎，金大人，金大人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怎么了，季尚书？莱阳王谋反了！啊！唐统领，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一步，心肠还是放硬些的好。王爷，街面上形势怎么样了？尚且在掌控之中。皇儿，快！快，都给我守住！快，快，都快点儿！大人，陛下调兵的指令已传往禁卫府、南厂兵营、前门外营，并无任何回应。吴大人，轮调禁军未能奉诏，肯定有什么缘故。宫城内现在还有多少人手？吴大人，只有500。陛下，怎么样了，岳将军？恕微臣直言，禁军兵营肯定已经兵变，宫城内人马不足以坚守。请问陛下，周边还有何处可以调兵？不可能，朕不相信你说的，禁军绝不会下。请问陛下，何处还可以调兵？对山皇陵还有一些，但肯定挡不住东湖雨林。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，请陛下改换衣冠，由微臣率精锐护卫，先逃出宫去再说。把朕的天子宝印拿来。是。
陛下。岳将军，朕和母后，就算逃得出这宫外，也逃不出这城。朕倒希望你能替朕拿着这宝印，召兵勤王。就算朕真的得不到上天的垂怜，也无挽回之地，那么至少天下人还可以知道一个真相。陛下，不论将来是何情形，臣定当竭尽全力，为陛下找到援军。吴大人，陛下不走吗？春军，将军，带岳将军出去。是。岳将军，保重。传令，召集宫内所有人马，集体退守朝阳殿，保护陛下，与逆贼决一死战。是。元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琅琊阁在本地的歌房。徐大哥，请。这是最近我廊州歌坊关于金陵的全部消息，请二公子阅看。多谢。品静，怎么了？徐大哥，我们下山已经晚了。王爷，禁军两营群龙无首，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战力大损，已经被分割缴械。南场兵营稍出了些麻烦，末将已经全部弹压下去了。请王爷放心，有狄将军在，本王从来没有担心过。王爷，宫城四周已经开始合围，里头值守的禁军全部退往朝阳殿，看来是打算顽抗。看他们能抗多久，本王陪他们耗得起。
要是长陵王还在，也断断不会有今天。萧元启，你这个叛臣逆贼！陛下待你不薄，你偏要……太后娘娘可认得我？哀家怎么认得你这种叛臣逆贼？在下狄明，乃京城人士，家中世代官宦为朝廷效力，不敢说屡有速功，但至少不是天生的叛臣。你身为皇家羽林主帅，弑君之路未尽臣责，反而辜负君恩，负逆谋反，如此大逆不道之人，有何颜面在此提家中门楣？拜太后娘娘所赐，我狄氏一门到如今只有我一人活在这个世上，我有什么不能提的？哀家从未见过你，听不懂你这些胡言乱语。那一年，金陵城的疫灾，平静，我不明白你到底在想什么。既然如你所言已经晚了，我们就别在这耽搁了。单凭你我二人，就算现在赶到金陵，又能做什么呢？我身为蒙氏门下，护卫陛下是我的天职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死在沙场上。荀大哥，就算你有战死沙场的决心，只怕也没这个机会了。为了所谓的你的福分，我大量自泯京城百姓，在你们这些贵人的眼中，命如草芥。不，金陵的疫灾乃是夜勤贼人一手炮制，与我后无干。金陵城一场疫灾，病亡近万人，累累白骨，重重冤魂。荀氏，你敢不敢自己站出来，说一句与你无关？你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背叛陛下。你可知当时陛下年幼，他并无过失。只要有你这样的母亲，他便不配为君。当然不能放弃。我一直在盘算的，是陛下到底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你说说你的结论。
母后，陛下，陛下，先帝时常教导你，为君者，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，切不可失皇家的尊严。你不记得了吗？陛下，哀家虽为人蛊惑，却时时酿成了京城瘟疫蔓延，哀家之罪，罪不可赦，自当承担。今日之事，乃天道轮回，善恶得报，陛下不应偏私阻拦，你懂了吗？懂。今日，哀家愿以太后之尊位长罪，死后不入皇陵，不受祭享，不入宗庙，弃葬远郊，以此祭瘟疫所亡百姓。陛下上承天命，皇位袭自先帝。自登基以来，从未有过失德失能之处。哀家自己的错失，当由哀家一人承担。我死之后，只要尔等悬崖勒马，就此退兵，陛下应允，绝不追究。萧元启，狄将军，自此刻起，叛乱之举，再无名分。无人能以其母之罪夺我儿性命。王爷，这样岂不是无名无分？狄将军，哀家还你血海深仇。太后，母后，元师，记住，你是大梁的皇帝。巡视，请你自行了断吧。陛下！
荀大哥，你别忘了，萧元启他是宗室近侄，武敬爷的皇孙，日后若能登位，那至少在天下人看来，萧氏江山并没有改变。这是他目前而言最大的优势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会想办法来洗脱他叛乱、兵变的罪名，是吗？你们已经逼上了太后，还有何怨不平？若不速速离去，将来天下共愤，秦王讨逆之时，你们必定是死无葬身之地。太后虽然死了，萧元石还具有龙位，你让我等如何心安呢？你们还想干什么？自古江山，有能者居之。萧元石幼无教导，受妇人左右，对外不能保全国土，对内不能压服群臣。我要他写下罪己诏书，公告天下，退位让贤。莱阳王乃先武敬爷皇孙，本是龙脉第一宗室翘楚，其力战东晋，匡威国土之功，天下皆知。我等愿奉莱阳王为主，愿奉莱阳王为主，愿奉莱阳王为主，愿奉莱阳王为主。陛下，朕或许是有诸多过错，但无论如何，也绝不会屈服在你们这些叛臣逆贼之下。替你写下伪诏，蒙骗世人吗？一个娇养在深宫的小儿，你以为你能有多硬的骨头？萧元启，天道巍巍，难道你还敢弑君不成？高福，若是此时陛下亲自下诏罪己，退位给他，对萧元启而言，应该是最好的结局了。这个逆贼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我倒是希望这就是他的打算。如果他真有此意向，那至少陛下还能多活一段时日。细细搜查，先把天子六印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天子之宝早就不在宫中，你刚刚造反的时候，朕就已经派人把天子之宝其中一印带出宫中。朕相信他，即便京城沦陷，朕真的死在你们手中，他也一定会把天子之宝交给值得托付的人。那我倒想知道，谁是你口中那值得托付的人？远在狼牙山的长林王吗？萧元石，以前你高踞在皇位之上，自然人人对你满口忠义，但一旦有了机会，一旦大位当前，人人都和我一样，萧平京也不可能例外。陛下年少登基，朝政常年由内阁主理，皇位尚显不足，更何况还有东海之败。只要萧元启能逼迫陛下公开退位，那极有可能掩盖住天下人的耳目。你我若想与之抗衡，单凭一腔热血，多填几条性命进去完全没有用。此刻当务之急，我们必须要有一支秦王之师。荀大哥应该比谁都清楚，父王当年为了避嫌，从不插手经济周边军务，连边境军服也是用后寄还。可是荀首府和许多朝臣还总是不放心。
你觉得他们在防备什么？你是说，二公子，消息已经全都递送出去了，这是第一封回音。你去把这封信送出去。是。平静，你又安排了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徐大哥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假如你我许久未见，假如你仍然手握重兵，有一天我突然找到你，告诉你陛下有难，江山有危，但我没有任何凭据，也没有军权，你会跟我走吗？我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相信你的能力，还有你对陛下效忠的决心。令叔父一直在防备的，简单来说就是这个：我长林府护卫北境，可谓一枪碧血，两代忠骨。在天下人心中，这份赤诚和信义，自然有它的重量。你是想要？从此地一路进京，我要单凭长林之名，起兵勤王。京城宵禁，擅自外出征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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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儿，收下吧。我现在唯一能为你做的，就是放你离开这个火坑。等他回来，咱们就没有机会了。你的卖身契，我已经找人销毁了，你可以放心的走。干什么呢？不要再废话了，叛臣、逆贼！老夫宁死也绝不与你们为伍！逆贼、叛臣、逆贼！将军。后街有一处空院子，把他们都关进去，记得按时递送食水。不杀吗？不杀。是。将军，还是没有出城的机会吗？找到了几个薄弱的地方，还要再看看。让你们准备的东西呢？弄到7套羽林军服，还有的富裕呢。将军，就算真的上了兰阿阁，找到长林王，可他手上没有兵啊，能怎么办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他能怎么办。
那哥，你昨天不是还问我为什么绕到朗州吗？你看。 冬青见过王爷。见过王爷。冬青，你等皆有君职，有前程。此去金陵结局难料，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想清楚。无论世间是否还有名号，身为长陵儿郎，自当保佑君主，为家为国而战。请王爷允准冬青随行。请王爷允准随行。 二公子，魏将军，二公子，我们把甘州营的长林旧部都给您带过来了。虽然你经常进宫，但应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吧？知道这是哪儿吗？朝阳殿，天子理政之所。我说过要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 我没有食言。
安如，安如，你不为我，不为你自己感到高兴吗？如果你觉得这就是你此生最重要的东西，如果你觉得它值得你犯下所有的罪孽，出卖所有的良知，那你当然可以高兴，可以得意。但是我感受不到，我一丝一毫都感受不到。那是因为你还没明白，你还没有尝过至尊天下的滋味。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无论萧元石他愿不愿意，2天之后就是退位大典。安如，你命中注定要成为宫里的娘娘。启禀王爷，此地离金陵城最多还有1日路程。集结前锋骑兵，直长林旗号，随我连夜行军。是。荀大哥，主营大路人马就交给你压阵了。平江，前锋骑兵只有500，你脱离主力独自去京城，如何去应对那7万叛军？从沿途的消息来看，陛下的生死已经悬于一线。我就是想让萧元启早一些看到长林军旗。放心，他只要敢出城，我就敢应战。听说有好些朝臣已经倒向了莱阳王，城外又没有丝毫的动静。如果今天又胡说！我错了，不说了。就算萧元启今日强行登基，他也远远没有到稳赢不输的时候。咱们眼下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不能泄气。陛下承先祖遗责，德袭帝位，自登基以来，圣德微薄，民怨沸腾。臣受百官之托，奏请陛下深思己过，退位让贤，以安萧氏江山，以顺天意民心。望陛下恩准。望陛下恩准。
江山之危，乃人君之过。陛下已亲拟罪己诏书，命微臣代为宣读。既然陛下有旨，那你就宣读吧。去！快开城门！急报！快开城门！急报！莱阳王元启，乃先祖嫡迈，龙姿凤表，才高德厚。朕愿以江山相托，万望勿辞。承蒙陛下恩信，托付江山。只是缘起素来愚钝，恐难负天下之重责，心中实在惶然。莱阳王太过谦辞了，臣等恳请莱阳王以江山社稷、天下苍生为重，万物在此。禀报王爷，有长陵旗号，已攻进京城。长陵，这不是没了吗？我们也不太清楚。你说清楚些，什么旗号？长陵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说。慌什么？长林军早就没了。萧平京现在远在狼牙山，他哪来的什么兵马？哪来的长林？将军，出事了！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城楼那边有动静，萧元启亲自带人上了城楼，4城的叛军正在集结，连巡防营都去了。那陛下的退位大典呢？现在还不清楚。不过我敢肯定的是，萧元启没能登场。难道是？真的是长陵军旗。身为大梁的武将，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与长陵军为敌手。这不是长陵军。快走！皇兄，别动！皇兄，看好他们！别架！鸳鸯，把他拉住！别动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皇子，走！
来，皇子，走了。拉死！走。萧平京的长林军早就被拆得四散零落，绝不可能千里之遥拉到京城来。这下头不过是他紧急之下拼凑的一些乌合之众，打着长林旗号而已。本王有7万御林，狄将军也是一代勇将，下头这么一点人马，转瞬间就能被碾得粉碎。是。王爷，王爷，末将认为不能让他这么陈兵在外，动摇京城的军心。请王爷下令，末将愿意出城一战。城外地势开阔，羽林军兵力远胜于他。请王爷放心，末将有把握。本王自然相信以狄将军之勇，定能够旗开得胜。3天，我数载心血，最为荣耀之事，被他一击而碎，到最后赏我3天。萧平京，王爷，
萧平京的背后，是他父兄2代人沉积下来的声望，不像王爷，只有一人之力。你后悔吗？狄某追随王爷起事，并不是一时冲动，早就设想到了最坏的情形。所幸以吾家人会受到株连，左右不过是一条性命罢了。不，我们用不着搭上性命，只要萧元石还在我手里，我们就可以等着萧平京自投罗网。不灭了萧平京，我就是当了皇帝也睡不安稳。王爷，末将于事不明。不管城外有多少兵力，这金陵城已经完全由王爷掌控了。金陵四门已封，难道他还能潜入进来不成？你以为他陈兵数万，却要给我3天时间是为了什么？金陵城太大了，能封得住普通人，却未必能封得住他。我料定他一定会来。看来成宁王真的来了。咱们这几日在城里做的事情，总算没白费。都打起精神来。是。我出去之后，你们都给我小心躲着点，尽量避免接触，不要再轻举妄动。是。活着。可以了。走。平京，徐大哥，按照你的吩咐，全军扎营已经安排妥当了。徐大哥辛苦了。我听说，你给萧元起3天的时间，让他安排交换条件，是吗？不然还能怎么样呢？陛下、宗室、朝臣，还有皇家庙宇，全都在萧元起手里面。一旦把他给逼急了，结果一定是玉石俱焚。像他那样一个勾连外邦的逆贼，跟他有什么可谈的？只要陛下一日还在他手里，我们就不得不投鼠忌器。坐吧，我正好有事要问你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后面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？那3天时间，不是给萧元起的，是给我们自己的。什么意思？我打算去把陛下给偷出来。什么？把陛下给偷出来？平京，你疯了吗？这宫城里，荀大哥你比我更清楚吧？宫里的情况我是清楚，
可是现在是什么情况，我完全不知道啊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外面有人求见，说是从城里出来的。城里？快请进来。是。末将岳银川拜见怀化将军。岳银川，堑州的岳银川，正是在下。陛下以天子之宝相托，诏令末将请兵勤王。这个点是羽林营城防巡查的一个漏洞。如果想要偷偷潜入城中，翻越城墙，这个点最为合适。请问王爷，想要派多少人进去？人带多了，反倒有可能误事。我和荀大哥是所有人中身手最好的，宫里又是大统领的地盘，一草一木没有人比他更清楚。就我们2个去。王爷想要亲自去？荀大哥从一开始就绷着脸，可还有什么疑虑？平静，以我们2个人的身手，潜入宫禁见到陛下，并非难事。可你想过没有，面对萧元启的7万兵马，要把陛下带出城，根本不可能。为什么一定要带出城呢？疼吗？生在皇家，没吃过这种苦吧？也是，你一出生就是太子了，命真好啊。可你此时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，无足轻重。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，那你就杀吧。放心吧，我现在不杀你。萧平京来了，你以为你的救星来了？可我也没想到。萧平京竟能一夜之间号令来这么多的人马，我知道他想干什么。
想知道这外面都有什么？这里的廊下、阶下、墙边，一共有3重的羽林护卫。再往外，长林府、济风堂，跟长林王一切有交情的地方都被我控制住了。这殿外呀，狄将军负责；殿内呢，我亲自陪着你。知道为何要如此的兴师动众吗？因为你是我现在最大的筹码跟诱饵。这宫里宫外太大了，我封得住普通人，可我封不住萧平京跟寻飞斩。像他跟寻飞斩这样的高手，再怎么防备都不为过。他不亲自来，怎么展现他忠肝义胆的长林家风呢？可我也知道，他只要来了，他就走不了。放心，我会考虑给你哥俩机会，互相道别的。王爷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出城风险确实太高，几乎没有办法完成。但是如果可以找机会，把陛下藏在一个萧元齐短时间之内找不到的地方，那不就相当于已经救出来了吗？岳将军，萧元齐的深浅我很清楚，但是那个东湖雨林的狄明，没错，狄明治军严明，骁勇善战，东海血战之时更是一员猛将。但是东湖雨林毕竟实战经验不多，我想此刻必定有些军心涣散。那岳将军不妨推测一下，如果我们开始全力攻城，大概多久能拿下？最多3个时辰。3个时辰？是。但是王爷，萧元齐此刻最防备的人就是您，不如我和荀大统领一起。你不能去，敌军的势力范围你最清楚，所以攻城的时候，还需要岳将军留下指挥。放心，我和荀大哥藏身的地方，他萧元齐肯定不知道。跪下！全都给我跪下！狄将军，逃兵。王爷如此施恩重赏，这些人居然还敢临阵叛逃，实在是有些活腻了。何统领，王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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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既随本王起事，那所有人就都该明白，这条路不可能回头。知道这城墙之外等着你们的是什么罪名吗？谋逆、诛九族，坚持到底才有唯一的生路啊！若是连这点都想不清楚，那倒也没必要再活下去了。王爷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！临阵叛逃，当斩首示众，令百夫长以上所有将官前来观刑。潜入京城的计划，全军上下只有几人知道，所以我和荀大哥今晚出发之后，你们要一切如常。前锋营交给岳将军直接指挥，其他几营将领我都带你见过了，又有袁术和魏老将军辅助，相信我不在的时候，岳将军能够稳住城外大局。王爷，末将以为我方才所言已是军令，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。
末将领命，请王爷见谅。起来吧。岳将军留步。大统领，我知道岳将军不是质疑军令之人。我反对的不是偷偷潜入京城，我反对的是长林王亲自去。为什么？请大统领想想，萧元齐已是叛国的罪人，陛下落在他手中，未必能活着救出来。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个地步，那么朝廷最需要的，就是一个同长林王这般能镇得住的人。可一旦他也填进去了，这朝堂宗室，又有谁能有这样的分量？只怕到了那个时候，为了谁有大义名分这样的事，都能闹个四分五裂。而皇族动荡必致内乱，内乱必伤国力和民生，对于百姓而言，又岂非一场劫难？将军，情况如何？什么动静都没有。徐大哥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待我们攻城之时，陛下性命一定不保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这秦王大军又是在为谁打这一仗？可是岳银川将军说的也有道理，一旦玉石俱焚，这大梁的将来恐怕就……徐大哥，当这10万秦王大军兵临城下之时，他萧元齐就已经败了。即使没有我萧平京，天下人也不会让这个奸佞得逞。走，走。城楼上很安静，看来一切顺利。别管外面传什么样的风言风语，全都是假的。如果任何人敢在王妃面前乱嚼舌头，本王绝不轻饶。是。把我的首饰拿来。是。
你还是早些歇息吧。明日城外必定会有动静，不管您决定是战是和，都不可能是一件轻松的事。而且萧元师就在旁侧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你太不了解萧平静了。天亮前的这段时间，实在太安静了。越是安静，就越是危机四伏。他该出现了，他不来，还真是辜负我的一片苦心呢。王妃，王妃，都别过来，千万不要！别过来，王妃，不要！让开，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，走开，不要过来！王妃，让开，让开！都不要跟着我，别过来！王妃，王妃。快去禀告王爷！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！王爷，安如，不要过来！安如。安如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快下来，安如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咱们马上就要成功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有时候一死，要比活着容易太多。安如，安如，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什么了？你不要胡思乱想。眼下京城的形势绝没你想的那么糟糕。金陵四面围城，你真的还以为自己能够安然脱身吗？我不是以为，我肯定能做到。为什么？你先听我跟你说，安如，安如，安如，抛开私刑不谈。萧平静的身上担着他长林府2代人的名声，萧元石毕竟是他的主君，他比谁都在意小皇帝的生死。安如，你不用害怕，我眼下还有能力与萧平静一战，哪怕最后上天真的负我，只要萧元石还在我手里，我就能换得你我2人的平安。我带着你，咱们远走高飞。远走高飞？去哪里啊？去东海吗？
安如，你既然明白这个道理，为何还要如此任性？快下来，快到夫君这儿来。安如，安如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一切都有我的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我虽是女子之身，万事由人做主，但我也想活得一世安心，不辱家门。你起兵谋反，我便算是于国不忠。叔父养我长大，却因我一时软弱而死于非命，又可谓是不孝之极。安如，很多事情你不能这么想，安如。此生已是罪孽重重，但愿来生可得清白。安如，安如，安如，安如。安如姐姐，安如，为什么留不住母亲，也留不住你？你们把安如姐姐怎么了？陛下还是关心一下自己的处境吧。想必你也知道了，长林王想救你出去，让莱阳王开条件，他好像确实有意要拿你交换。陛下一定认为这是个好消息，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狄某愿意追随莱阳王起事，并不只是为了给家人讨一个公道。为君者身担社稷之重，若无仁德之心，便不配做天下之主。我起兵叛你，不为发泄胸中私怨，不为将来富贵威权，因为我大量的江山子民值得一个更好的主君。你说朕不配为君，谁配？萧元启吗？至少他曾经为国征战，至少他分得清孰是孰非，胸中保有一腔义愤。若不是他留存证据，有谁能知道当年京城的真相呢？对错只在一念之间。当初母后的确有错，可萧元启呢？忤逆作乱，违背天理行事，长陵王一定会剿灭这个乱臣贼子。说句陛下不爱听的实话，如果是长林王赢了，想要登基，狄某也并不在意。如果陛下认为这世上还真的有天理道义的话，为了大量的江山子民，陛下跟你母后一样，
是需要我帮你。别动！陛下，我来晚了。平静哥哥。 是那个攻打东海之战，萧元气虽然是假的，但他不是。我不想杀他。你就是狄明。 姐姐，别动！去那个，走啊！ 王爷不好了！层层防卫，就算他萧平静有本事冲进来，最多也只能是硬抢。他怎么可能无声无息的就把人抢出去了？正是趁着王妃在。 匹夫！匹夫！萧平静，你敢利用我的安儿？他们肯定没逃出去多久，带着萧元石也肯定出不了城。好在本王还留有最后一层防备。
周三哥，情势紧急，免了吧。哦，好。贵人请进。这是哪儿？徐大哥不会猜不出来吧？不会又是各方了？王爷，王爷，启禀王爷，合同里来报，发现萧元石踪迹。人在哪儿？城南曲水桥。紧令各方跟上！贵人请喝茶。三哥，三哥啊，我一直在等你。三哥知道我要来。啊，前日一早，街口就多了几个生人，我想是你事先安排的。什么？走走，快！贵人，走这边。三哥，快走啊！走。长陵王府，赶紧走吧。走。带陛下先走。徐大哥，小心！小心！怎么办？前后都堵死了，还有别的路吗？
跟我来。徐大哥，你守住啊！放心吧，进来给我扔出去一个。这边也有人。开门。 外面人听着，进来一个，我杀一个。皮京，你在找什么呢？8岁的时候，我打开过一次，还被我爹责罚得很惨。找到了。 皮京，快点！上！徐大哥，门打开了，快点走！你带着陛下赶紧走，我留下。徐大哥，我把他们堵在这儿，我们谁都出不了声。带着陛下赶紧走。荀卿，陛下，你的安危重要，咱们大梁的安危更重要。岳将军马上就要攻城了，你赶紧走，相信我，我一个人更好脱身。赶紧走。可我们怎么能？陛下，荀大哥，保重。 照顾好陛下，荀卿，快走，快走！荀卿，保重！保重！
你们乃是我大梁国的将士，却听信逆贼之言，而又弑君谋反。我不想见到自己兄弟们身上的血。但若是你们仍旧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荀飞斩不客气了。王爷，属下进去搜过，陛下不见了。启示陛下，萧元启，没想到吧？人算不如天算，你终归还是百密一疏。现在，陛下已经跟长林军在一起，非常安全。萧平京就在这个院子里。密室，我早该想到的。恐怕你现在该想到的不应该是这些，因为此处就是你的末路。末路？荀大统领，你要不要睁开眼睛仔细看看你自己现在是什么处境？我荀飞斩身为陛下亲卫，我誓死效忠陛下，死又何惧？恐怕你的处境也并不比我好到哪儿去。长连王的秦王大军即将破城，而这一次你必败无疑。萧元启，你输的不是某个人，而是天下的道义。荀大统领，君当为君，臣方为臣。你不分是非，只知一味追随皇权，难道不觉得自己只能算是愚忠吗？狄明将军，你身为武将，深知忠臣不是二主，而你却不明事情真伪，与这个勾连外臣的逆贼为伍，恐怕那东境10州死去的冤魂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荀大统领，你一向自诩为琅琊顶尖高手，今日敢不敢与本王单打独斗？我荀飞斩今日之所以留在这里，就是为了我叔父和安如。我要替他们在此跟你做个了断。
荀大统领从来没想过，有一天会败在我萧元齐手上吧？兄弟们，你们还在这干什么呀？上头的人都撤了，你们快走啊！快走啊！走！外面大军都压下来了，快走啊！逃命吧！快呀！走啊！快走！快走！将军，来呀！不知琅琊榜明年可否也会有我萧元齐的名字？萧元齐，你想多了，因为一个快死的人是不会上榜的。那我倒要看看，此刻这个不会上榜的死人究竟是谁？王爷，密室找到了。狄将军，把他给我带回去。这什么地方？
王爷，从这儿出去的话，大概是在长治坊街西。王爷，这是当年的苏宅，已经搁置很久了。苏宅。 梅长苏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说，城门已破，长林大军已经进城。城防破了，不是还要攻城吗？长林王有令，降兵不杀，黎民勿扰。 降兵不杀，黎民勿扰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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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降兵不杀，黎民。 丁明将军，你乃一代名将，为何不相信萧元吉就是勾连外邦的逆贼？金吾水月，即便你没听过，这次也看见了，你就不想知道萧元吉这招是谁教给他的？ 将军，我不想看到你死的时候还是个糊涂蛋。把他放下。你们出生入死追随我多年，我却带你们走上歧路。我暗中藏起来的那些朝臣，还关在巡防营的后街。你们现在去找他们，跟他们待在一起，也许尚有一条性命。将军。 去吧，去啊！将军，保重，保重，保重。
君飞斩呢？我不是让你带着他跟我一起迎战萧平静吗？他跟我说的话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谈这些做什么？成王败寇！本王今日若是攻城，没有人会在意我之前做过的任何事。不，有人在意，至少我在意。城上叛军听着，长林王有令，降兵不杀。尔等已到了穷途末路，还不快快缴械，开城投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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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在此，恭迎陛下。参见陛下！参见陛下！陛下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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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众爱卿，
长林王亲自来了，想必是还有什么话要问我吧？总归要听一下你的想法，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，萧元起不过短短15年，勾连外邦，出卖军情，刺杀朝臣，举兵谋反，你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？你真的以为我是在你离开京城之后才变成这样的吗？你想不明白，也许是因为你从来都没在乎过吧。无论是宗室还是朝堂，无论是大梁还是东海，要么对我不屑一顾，要么就是拿我当棋子。这浩浩天下，如果没有能够走到顶端，又何尝会有人真正关注我呀？这居然就是你的想法，无关你自己的权欲、贪婪，还有野心。看来在你眼中，你走到今天这步，居然全是别人之责。萧元起，你总是抱怨世间冷漠，人情淡薄，可反之，你对待这世间到底还有几分真心？真心？你赢了，你自然可以站在这教训我。可如果没有你横插一手，如果是我得了江山，是我开创了大梁的盛世繁华，100年之后的定论，又有谁能说我错了？原来在你眼中，你居然会是一个更好的皇帝。陛下，云家云佑呢？2位小殿下还好，只是受了些惊吓，有些皮外伤。好，陛下，萧元起在里面。萧元石，他不过就是生于龙位之上，论起资质，他哪一点比我强？自小娇宠，性情柔柔，识人不明，毫无决断。听政了这么多年，朝务、军务，他有过什么长进？面对这样一个平庸之辈，难道你长林王府就从来没有失望过吗？陛下将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，他的未来不是你现在能想明白的。我确实看不到萧元石的将来，可是长林王敢说自己能看见吗？此刻你拼力保他，并非坚信他能成为一代英主，而是因为他承袭皇位，占着大义名分而已。陛下，大义名分，萧平京，我告诉你，自古江山有能者居之。如果我有执掌天下的机会，谁敢断言我就一定不如那个黄口小儿？如果这就是你的想法，那萧元起，你今天根本就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输了。没错，陛下的将来尚是个未知之数，但是你萧元起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清清楚楚了。东境10州沃土城池被你变成一片战火焦土，数十万的居民百姓，在你眼中不过就是进阶之梯。你居然还敢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执掌天下的资格？你不爱自己的国土，那这天下于你而言又是个什么东西？
陛下，陛下总是来的这么及时啊！我正要恭喜长林王呢。恭喜什么？我杀掉了太后，又替他除掉了荀白水，我自己也一败涂地了。长林王与这至尊宝座之间，怕是没什么障碍了吧？莱阳王知道吗？如果平津哥哥真的有心，长林王府真的有心，很早之前，金陵朝局就不会是今天这般模样。你说的对，朕就是皇口小儿，远不及先帝那般睿智。但朕至少知道什么是真心，什么是贼人的挑拨。我知道，我自己犯的是凌迟大罪，已是无处可逃。看在你我曾经也算朋友的份上，能否请长林王单独与我一战？边境，大统领，边境呢？长林王和我家将军去追萧元启了。我家将军特意让我告知大统领，莱阳王之乱已经平定，你守萧元启肯定逃不了了。大统领，大统领，快去告诉边境，萧元启的武功绝不可轻视，快去！是。王爷，陛下，既然长林王已经答应了，还请陛下尽管吧。
统领让长陵王小心，萧元启不可小视。人呢？在里面。走。陛下，二公子，王爷，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平静哥哥，好险！还是没练到家呀。不过好歹也值得试一试。万一得手了呢？我虽然知道你勾连东海，但没想到你与墨子侯联系得如此紧密。萧元启，你忘了他是你的杀母仇人了吗？当然没忘，只是老天负我，没让我一步步的走下去，没给我丝毫复仇的机会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你们这些人，你们会替我报仇的。东海已经是大梁的死敌了。陛下，我说的对吗？对。在我的密室里有一本书册，这么多年，我对东海和墨子侯所有的了解全都在上面。送给长林王，就当是报答大伯父当年教导军务之恩。将逆首萧元启拿下，下上楚家，单独关押以待候审。是。杀。陛下。杀。杀了他！
后怎么会呢？陛下既然并不知情，那就不能由此而怪罪您。不知情，不知情便可以问心无愧的说自己毫无罪责吗？母后，舅舅，他们做的每一个决定，下的每一道旨意，说的每一句话，哪一个不是为了朕？有些事情，尤其是这样的事情，确实不可能轻易抹去。但自怨自艾有何益处？陛下现在更应该做的，只能是全力修补。朕怕那个狄明将军说的是真的。既然有一半血脉承自母亲，他陛下，您知道平章大哥的生父是谁吗？看来是不知道。那再说一个您知道的人。当年的老莱阳王，他与先帝同父同母，都曾由武敬爷亲自教导长大。他们两个一样吗？陛下将来是什么样的人，只在于从今日起，陛下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去我衣服来。是。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大统领，我知道您殿监的4万禁军，可是不是还有岳将军代劳，正在整编吗？连王爷都夸他是个人才，您就放心吧。杜大夫，我不是担心整编的事，就是觉得自己身体好一些了，想要进宫一趟。您急着进宫去干什么呀？因为安如，我想进宫，求陛下恩赐，把安如的遗体拉回来，葬在巡视祖坟。啊，这些日子劳烦杜大夫了。啊。皇兄，元嘉、元佑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王爷，我这就安排人收拾打扫一下。不必重开府邸，
从东门出入也很方便。把大哥原本的屋子收拾一间出来，我暂时住下就好。是。瞧，瞧。将军，你现在忙得连口饭都不能好好吃了吗？就你话多。虽说狄明一念之仁，保下了不少朝臣，但这一场浩劫，朝廷损伤惨重，怎么可能不忙？将军是准备留在京城，不回千州了。将军慢走。那位佩儿姑娘，以前是巡抚的丫头，我跟大统领提了一声，他叫人给那位姑娘消了奴籍。哎，至于接下来你想怎么样，你自己跟我说，我是不会主动管的。京城的大事就快办完了，我还是决定要在合适的时候离开。如今兄长在天上，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。也就用不着再像以前一样，总是跟你说个不停。那天兄长走了之后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你没做完的事，就由我来做好了。直到很久很久以后，我才明白，一个人终究是不能完全活成另一个人的样子的，而你也不想看到我这样。老阁主常说，逝者安息，就不要再想他。人世的思念都是牵挂，生者若不能释然，亡灵便不得安息。若不能剪断一世红尘，该如何早生天界？我知道老阁主说的对，但有些事情真的很难做到。启禀陛下，内廷司奉陛下的旨意，派人协理长陵王府的内务。王爷并未开府，只在先长陵世子的小院暂住。内臣实在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办差，故而前来禀告陛下。朕知道了。是。见过王爷。岳将军，请。岳将军，这是萧元启。
关于东海的技术。为什么要给我？当然应该给你。重建雨林的事，由荀大统领暂时代理，兵部协办，假以时日肯定能安稳下来。至于东海的事，臣想举荐岳银川将军，以他为主，先拟收复方略，再报陛下恩准。朕也相信岳将军能够胜任。微臣还有一事，万望陛下恩准。朕不准。看来陛下已经猜到微臣所请，因为何事了？朕并不傻，得知你没有重开王府，而是暂住兄长故居的时候，朕就明白你不愿意重回朝堂了。陛下如此睿智，将来金陵朝堂上肯定是人才济济。臣觉得自己微薄之力已经不能再帮陛下什么忙了。长陵王是不是有些信不过朕？陛下，献帝曾经做到的，朕一定也能做到。陛下日后若真的还需要微臣，臣自当如往前一样，尽忠效力。平静哥哥，日后不管身处何处，不要忘了金陵故教，要时时送些书信回来。臣遵旨。王爷，请留步。你是王府旧人，转调京职之后，肯定会比现在更加辛苦。王爷放心，东京必定尽忠职守，不辱我长林王府之名。王爷多保重。保重。告辞。王爷，不是说好城门相送吗？岳将军怎么在这里啊？虽然与王爷相处时日不久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想多送你一程。
自打知道我向陛下辞行之后，多少人轮番来劝我，岳将军也算是唯一一个没有说话的人。那大概是因为只有我赞同王爷的决定吧？是吗？王爷从廊州起兵秦王，途经不过数州之地，便以一枚已经废黜的长林旧令，召得10万大军。这世上最怕的就是有心人。您若是留在朝堂之上，必然位高权重。这样的事情，眼下看起来虽然没什么，只是不知道后人会如何提起。岳将军觉得我只是为了避嫌？从王爷当年离京守孝便可以看出，这些人心算计，您不是应付不了，而是打从心底里觉得厌烦。既然原本就志不在此，那么此时退步抽身，又何尝不是一道良招呢？难得岳将军如此通透，却又如此坦诚。说句实话，末将也不是对谁都如此坦诚。好，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。王爷请讲。像你这么聪明的人，利弊权衡应该想得比谁都明白，为何敢在无人相信的情况下，仍然举报萧元起？又为何敢在陛下身陷险境的时候，只身犯险，站在数万叛军之间，做那些看起来毫无胜算的事情呢？那大概是因为，其实我还不够聪明吧。将军身上最难得的地方，也许正是这点不聪明。荀大哥，岳将军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平静，昨天陛下颁下了一道旨意，你知道吗？陛下有令，将来不管何人为帅，大梁北境郡永以长林为名。其实长林之风骨，从来只在于抗击边境烽火，维护江山百姓，而并非主帅是谁。但陛下能在我辞行之后颁下这道旨意，还是很令人欣慰的。一路保重，后会有期。纵然天涯路远，终究会再见的。告辞，保重。